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BT 出品的这一款黑寡妇蜘蛛勇士。这个玩意儿之前我们玩过他们家的锋刃吧？这次又做了一个妹子，盒子外包装也是这种信号不太好的一个样式啊。这回包装里边并没有带纸品说明书这些东西，但是手型带的还是比较丰富的，纤玉指，挺有感觉。4张肉色的替换面雕，其中有一个我已经装在玩具上面了。一个软趴趴的支架可以一分为2，当成2个使用。额外还有一兜金色的替换面雕，还有头上的这个头饰也有不同的造型。来看玩具的实物，哇，这款大蜘蛛变形完成的样式还是不错的。而且其实说起来，这个玩意儿的变形特别的简单，也不需要什么说明书。猪腿这些地方全部都是金漆点缀上去的，很闪亮。也确实，我觉得黑寡妇这个角色设定的时候，就有一种那个埃及艳后的味道嘛。蜘蛛腹部这里有非常不错的层次刻画，还有一些涂装的细节，包括武器也是可以当成尾针一样扎在这里的。蜘蛛的屁股没有尾针吧？那一般来说，黄蜂这样的东西才会有啊。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蛛丝的发射器。整个的腹部，这些涂装点缀的刻画都挺好看的啊。双刀的武器可以一体搭载在身上，紫色的刀刃和它脚尖变形出来的这个部位，对应了起来，不错啊。2个车头大灯变成了蜘蛛类似于眼睛的地方，但蜘蛛的眼睛应该是那种点的复眼。这2个大大的鼓起来放在这里，像2个苍蝇似的。下边这里蜘蛛的头饰可以分出来几个小叉叉，可以当成蜘蛛的牙。头顶这里可以打开一个零件。这里边可以当成蜘蛛的嘴巴，还是个地包天的嘴，里边竟然还有一些牙齿的刻画。前肢这一段，这胳膊的关节而腿部这里呢，活动的范围也不错，里边的活动关节也蛮多的。底盘来看，包裹出来的嘛，完整性还是不错的。不过这里可以看到三角裤，2条大粗腿。整体来说，这个蜘蛛的拟态做得非常好啊，挺漂亮的。但是为了符合女性化的一些特征，所以在蜘蛛头部的刻画上面，我觉得稍微的差了一点点的意思啊。如果能像 IDW 蜘蛛那个样子，把这2个撇下来当成2个独线也好看啊。不过现在放在这里太突兀了，2个金色的大眼球。那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我们准备开始。首先后背这里可以先把这2个武器摘掉。这款好就是好在它所有的武器都是可以一体收纳搭载在蜘蛛形态下，这个不错啊。腿部我们稍微腾开一些角度，旋转一下吧，可以把根部的这一节球形反折，这个揪掉了。它这个连接的关节是那种转轴关节，两边都可以插。然后我们开始拆蜘蛛的腹部。把这一块里边有多处暗扣结合的地方全部的分开，就是说一下，它在逆变的时候，从人形变蜘蛛的过程中这个腿部需要摆一些特定的角度，尤其对准这里、里边这里，还有前方的一个暗处的卡扣都在暗处所以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线位，你需要来回的调整。不过完全的如果都扣到位的话，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好。上面的这个腹部盖子我们先卸松掉，武器可摘可不摘，先拿下来吧。为了不阻碍空间，先把上边的这一块往外扭一点点角度，腿部从这个缝隙里就可以掏出来了。然后看膝盖甲这个地方还是带联动的，嘚儿，跟小腿就贴合下来了。脚后跟这里是一个合金的零件。膝盖后面这里双关节为了增加强度也使用了合金的零件，而且整体腿部的造型，曲线弧度做得很好，涂装也很精美。双腿完全解松以后，我们可以把腹部的这个盖子整个的往后拉，看根部这里有一个连接的杆，相当于转轴我们把它搓一个位置，腾开一些空间。接着后背的这个盖子根部这里有4个插扣。2个扣在金色的零件，2个扣在后背，把这里全部的拆分开。好的，然后把这儿有一个旋转的盘子，顺着根部的这个转轴腾开空间往上翘一点，这个地方还是挺紧的，如果转不动，拧一下这颗螺丝。接着
把这个盖子180度旋转到屁股下方来，再翻转180度。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轴调到归位了。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呢，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揪掉，然后再去拧里边的轴。这里是个球形关节嘛。另外也是看着比较麻烦，我尽量想展示一体变形。其实如果你觉得不好操作呢，直接把这个玩意儿揪掉，腹部的这一块单独拎出来它，双关节折叠，把它变形，放下来。OK， 夹合一下，挪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然后这两个轴我们可以往前的再转一点点。当成它腰部的侧裙甲，这个花瓣状的裙子啊，也挺好看的。此时蜘蛛屁股放到一边，注意看大腿根部这里掰开的缝隙，这里边有一个卡扣，我们把它归位，吧嗒扣上去，这就结实了。哎呀，这个圆滚滚的小屁股，这家做这一块真的没得说啊。变形虽然设计的不咋地，但是体型这块我倒是挺香的。腰部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我们旋转180度，弯腰翻折下来。上半身，注意看肩部的关节，我们先往开拉，腾开这里边转轴的方向，挪出更大的活动空间。背部这里金色的零件，往开掰。这根部又是一个双关节，往上提它，挺紧的。好。提上来，夹住，对上这个缝隙，这就变形到位了。搬到头部来，这个造型让我想起来日本的考古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类似的图俑啊。其实，在哆啦 A 梦的剧场版里边好像也有登场。类似于什么外星人的遗留啊，这个扯远了。我们把这块大脑袋盖的卸下来，它中间是没有什么卡扣的，只是靠形状放在脑袋上边。根部旋转180度，根部是赛钢的料子，所以拧起来会有嘎吱的声音。通过这个转轴折叠旋转，把它扣到位。这个上半身就出来了。然后我们腰部刚才拉开的双关节就可以进行 Z 字折叠缩下去。变到目前这一步其实也挺带感的。虽然我不看漫威这些超级英雄电影啊，但是也之前看预告片里边有登场过。这玩意儿好像也是个女反派的 BOSS 吧？据说是什么雷神的姐姐，雷神洛基的姐姐，这个挺像的。包括头饰的这个部分，还有她的气质，这手上的这两个刀刃，还不错，还不错。当然你想这么摆完全没有问题啊，看你个人的喜好。但是按照官图的说明呢，头上的这4个小爪子，我们把它沿着这个凹槽旋转，贴过来，放在脸颊的两侧。头雕变成现在的样式。我专门换了这个张开的嘴型啊，就嘴必须得张这么大才符合我的尺寸。手臂的变形，其实如果你不收纳的话，把它当成直接胳膊里伸出来的一个臂刀也挺帅的。当然这块的收纳位置也是挺巧妙的。首先打开这个地方的钩子，它连接着手腕的部分的一个卡扣，再打开这个盖子，手在里边扣不出来是吧？把这个刀往后一顶，看见没？这个棍子插进去以后，直接把这小拳头就顶出来，反折。然后盖板归位，就是说到你在变形的过程中，必须得用小一点的手，这个攥拳手或者说动手，这2个都是行的。其他的像这个欺负韩国人的手，还有这个芊玉指，这个是变形塞不进去的。更换手型直接揪掉就行了，这个手挺软的，挺好揪。然后我们把这球关卡上，搞定。武器方面，你可以插这把小匕首。也可以插尾部刚才我们拿下来的这个尾部发射蛛丝的枪。仔细看枪前面这个地方印刷着一个有点像原始兽的一个 logo， 但不是黄蜂的那颗脑袋啊，只是比较像。最后刚才我们单独变形完的这个裙甲可以扣在屁股蛋这个眼上。那么好，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这款 BT 的黑寡妇就搞定了。
还是很好看的，尤其这个体型、腿型、臀型、细腰、肩胸都不错。金色的涂装点缀下来以后会很高贵，很埃及艳后，而且在变形的过程中，全武器可以搭载，这一点是非常香的。这样我这种强迫症的玩家会非常的满足，而且腰身侧面这里完全不会露着什么空洞的地方，身上的细节做的质感很不错。另外，头上的这个面罩感觉有点像什么 SM 女王一样的这个面罩啊，可以摘掉它，脱下来。这款的头饰戴了2个，可以选择性的更换。哎，不戴眼罩的这个样子就更好看了一些啊，露出来眼睛的部分。就说起来，我记得在之前的一些样板视频的阶段啊，感觉这张脸并不是很好看，就感觉死蜡白死蜡白的。而这一回其实它是一个肉色的零件，好看了很多。替换面部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4片稍微的打开一下，直接从这里抠下来。就还可以换一个吐舌头的表情，不过这个舌头为啥是白色的呀？舌头应该也上一点红色的涂装啊！而且这个舌头尖儿，你看这个弯曲的程度，竟然就卷到了下巴上边。哎，这个技术可以的啊！就是感觉这个设计师，尤其这个美工师吧，他挺懂行的啊，挺会玩的。boy， 大笑的脸型装上以后。也是感觉就莫名的觉得蜘蛛的这个嘴为啥这么大呢？可能它是为了彰显这种女王性格的一种爽朗吧。但是这口腔内不加一点涂装，确实感觉肉不拉几的一个嘴张开了，不好看啊。上点颜色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最后我们也是换上这个正常的烈焰红唇，这口红的颜色有点太鲜艳了。那现在看起来，这个肉色的脸就舒服了不少啊，真的比样板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好看太多了。只是张嘴的那几个，稍微再给嘴巴里边的舌头涂一点妆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更好。当然，如果你实在不喜欢那些带着涂装的脸呢，也可以直接上这个金面罩啊。这样来说，第一个会更加还原动画片里边的一些元素，第二个没有那么多的涂装。其实这个金色的面罩戴上以后，更会显得这种嘴唇的棱角分明啦，鼻子立体感啦，还有就是因为有阴影色阶的关系，会显得这张脸更加的生动。哎，像不像女圣斗士戴的那个面具？可动方面，脖子是有2段球形关节的，下方独立旋转，上方这里还可以旋转，所以活动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后方的猪腿有多段的关节，你想怎么摆放都可以。当然，如果你觉得实在太碍事儿，撅了，玩小姐姐就撅得干干净净。蜘蛛腹部变出来的这个翘翘的屁股装甲呢，你不喜欢也可以拔掉。这点就很好啊，这比那锋刃强。肩关节360度旋转没有问题，肩胛打开，胳膊肘平举无压力。二头肌360度旋转，注意后边造型别绊住了。胳膊肘这里是一个合金的零件，可以通过双关节折叠到这么大幅度吧，差不多135度左右啊，但完全够用了。手腕球形关节，哎，这个手型做的很好看啊。然后看胸口的造型，金色和紫色的漆面点缀出来，这个尺寸方面做的也不错啊。北半球，哎，下边扣着这么一个碗儿，托起来，很好。腰部双关节，胸口下方这里有一段球形关节，可以左右摆动，也是赛钢料子，这里也可以辅助旋转，但是要小心这2个地方的牙齿尖儿别磨到了。腹部这里做了非常不错的曲线刻画，人鱼线，包括肚脐这里有凹进去的一点点痕迹啊，但是它没有肚脐眼儿。塞伯特人要什么肚脐眼嘛？胯部的关节轴这里是变形的需要，双段可以把它拉出来，作为辅助的弯腰关节。左右在胯部这里其实也有一点点的旋转幅度啊，但左右转腰其实是靠胸部去转动的。裆部的涂装，哎，这个地方就很有味道了。其实，在设定里边，蜘蛛勇士变身以后，这一块才是蜘蛛的头部，包括这些银色的点缀，这些都是蜘蛛的复眼造型刻画。而这里是个嘴巴，
这里是个嘴巴，不闹了，想多了。侧裙甲前胸关节我们打开，腿部的话侧踢能踢到90度平，很不错啊。包括其实大腿上边的这一圈一圈的纹理刻画，你看它这些曲线的走向都是类似于仿真实人类肌肉腿部线条的那种曲线刻画，很自然，很生动。而且这2块紫色的涂装点缀在大腿内侧的这边也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效果。前踢这个关节其实有一点怪啊，所以它这个大腿踢出来以后要跟着往外旋转一点点。问题就出在，其实在里边的这个合金根部它卡到位之后是一个斜45度大概的方向，所以它在往前踢的时候，腿部就跟这么转出来了。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这款玩具的曲线好看处还在于腰部和臀部整个大腿过渡下来的这块曲线刻画，真的很好看这身材很性感吧。膝关节这里是合金的零件，双段的活动范围，向着大腿的这一侧没有任何的噱头金色的膝盖甲可以进行一点点的活动，但是在你折小腿这一段的膝盖关节的时候，前方的三角金色区域会跟着联动，就跟这样窝起来了。脚后跟这一块是合金的零件，这里是一个转轴关节，所以活动的范围也尚可，你可以做出来一些接地的效果。这个都是在一些可动人偶或者机娘的领域会用到这样的关节。所以这一款的可动在腿部这一块还是差了一些意思的，不过好在大腿根部这里可以掰开这个扣子往内折叠，所以做出来这种女王翘二郎腿的姿势也是完全没有压力的。所以最后我们也是来总结一下 BT 的这款黑寡妇蜘蛛勇士。变形其实说起来没啥意思就是把人往那一团吧，包了一个壳，仅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不论是官方的 MP 还是小比例钢铁星之前做那款 TE 的小级别黑寡妇这个角色，她的形象也好，身材也好最后其实也逃不出来包壳的这个圈。变形逻辑已经把它锁死了，你再想在这个结构上面做什么巧妙的零件转换结构，其实也不现实。可能这里边在结构这一块相对来说做的更好一点的，也是 IDW 那个时期用08动画黑寡妇模具改出来的那个蜘蛛勇士。但要说到美观程度、体型方面，包括这种涂装的工艺，还有在身材曲线弧度上边的一些光审美这一块来说，我觉得 BT 这家做的也是够到位的了。从之前的那款锋刃的推出，让我就觉得这家虽然变形结构不咋地但是你当成一个机娘来玩也是挺有乐趣的。甚至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你买了一个可动的人偶，它附赠了一个变形的机构。这款黑寡妇同样也是这样的感觉但是这款的蜘蛛形态我觉得做的还是有模有样，身上的涂装工艺也好包括一些零件的材质运用，还有最后修出来的这个美型，我觉得都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尤其面部更换了肉色以后，实物拿在手上其实比之前的样板或者官图阶段的东西看起来要好一些。如果你实在看不下去，也可以换成这个金色的面具，一方面符合了黑寡妇动画里边的角色设定元素，第二个看起来也不那么违和了。那么总的来说吧，这款小姐姐的身材还是非常迷人的，有点香。可如果你是以美型为主，这一款真的是完全可以满足你。唯一美中不足胯部的可动这一块的关节设计的有点限制住了。那么得嘞，这一款 BT 的黑寡妇蜘蛛勇士就是这样了，真好看。